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你就是自私，我养你了这么多年，我为了什么呀？想当初你爸去世，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，我大字不识几个，就只能干些苦力，眼睁睁的看着你成了家，有了媳妇有了。如今倒好，我才只是要你出点钱，你就说你没钱，还拉着你媳妇一直拦着我，典型的有了媳妇忘了娘。哎呦，不活了呀！呜呜呜，不活了，不活了！呜呜呜呜，都来看看呐，看看呐，这狗日的儿子不孝顺，儿媳妇天天欺负我呀，过不下去了呀！呜呜呜，人来人往的小区健身器材场地里，婆婆摔坐在地上，又哭又喊，指着我和老公不断大骂不孝子、负心汉、冷血淡漠欺负老人，白发青丝，真情实感，哭得绝望又无助。再加上年老，吃完晚饭下来溜达的老人们，带孩子的父母们全都嘀嘀咕咕地围上来，指着我和老公就是指指点点，小声讨论。看起来这女的穿的也是人模人样的，不差钱，咋还为难这老人？多可怜啊！嗨，谁说不是呢？你看看这老太太一大把年纪了，头发都白了，这也不知道受多大的委屈。那男的也才是窝囊，自己的亲娘被自己媳妇欺负成这样，竟然也不知道管管。呸，畜生！连自己亲娘都欺负，真他妈不是个东西。就是，周围人群讨论声越来越激烈，有性子急躁的老人更是指着我和老公破口大骂，眼睁睁地看着那指责的手就要戳上我和老公的脸时，我和老公转头互相对视一眼，眼中均是直勾勾的怔愣。重生了，我和老公竟是一起重生了。前世婆婆恋上了24岁的小伙子，非要为他倾家荡产，不仅买了助兴用品，还说要给小伙子生儿子，可把我和老公气得不轻。可若是这样也就算了，毕竟谁还没有个恋爱自由了？可婆婆倒好，她自己身上的钱没有了，非要来问我和老公要钱，我和老公不给，她就要卖我和老公辛苦奋斗了10年才买下来的房子。我和老公自然是不肯，本想着让她好好在家清醒清醒，可谁知道当天晚上她就连夜偷走了户口本和银行卡。这些年来，我和老公知道婆婆年轻时候的辛酸，尤其是公公死后婆婆一个人的艰难，因此我和老公对于婆婆那是百般照顾。细细商量了一番，这房本上写的就是我和婆婆的名，至于银行卡的密码更是给婆婆说得一清二楚。谁成想，呵，这竟倒是给了她卖房和取走银行卡里钱的机会。在等我和老公报警找到婆婆时，这才发现这房子不仅被卖了，她甚至还拿这房子抵押了高利贷，竟是一夜之间给我和老公背上了1000万的高利贷贷款。等到警方立马准备追回这些钱款时，这才发现这整整1000万的贷款，外加卖房的200万，以及银行卡里的20万，竟是全被他一夜之间刷给了那24岁小伙的直播间。当夜满屏的火箭、游艇、烟花、大跑车，两人甚至还约了地方见面，不仅买了助兴用品，还商量好了65岁的婆婆要给她生儿子。看着那些聊天记录和充值记录，我和老公两人硬是一口气没上来，生生的被气死在了警局里。倒是没想到，竟然还能有重生的机会，还是重生在了一切都还没发生的时候。我和老公互相默契对视一眼，这辈子说什么都不会再管了。当下就算是被邻居指指点点，也依旧冷漠地开口道：“钱一个子都没有，别说是没有，就算是有，都不可能给你。”这冰冷无情无义的话一出口，现场瞬间就轰的一声炸了锅。哎，我说你们两口子做人
也是一点良心都不讲的。你妈把你们拉扯到这么大，没有功劳也是有苦劳吧？现在你们倒好了，年纪轻轻的有手有脚能赚钱。你们再看看你们妈妈呢，满头白发弓着背了都，她这辈子是为了谁呀？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吗？结果还养出来了2条白眼狼。做人是要凭良心的呀，没有良心那就跟畜生有什么区别？小伙子，你媳妇我们也就不说了，你自己身为你妈的亲儿子，总得要好好管管吧？就是啊，就是啊，哪有这样的？气愤的老太太、老爷爷们指着我和老公就是谴责，直接骂我和老公是白眼狼。婆婆一见那更是哎呦哎呦的撒着泼叫的欢，不是说这里被儿媳妇欺负了，就是说那里受到了多少天大的委屈，好像我和老公整天在家就是活生生的虐待了她一样，简直看得我和老公眼里都是怒火和生气。前世自然也有婆婆闹的这一出，那时候老公就想发火，直接说出事实来，可到底是被我拦下了。老人家虽然年纪大，但面子也薄，我们若是说出妈网恋人家24岁小伙子主播的事，这不是直接把妈的脸按在众人面前摩擦吗？到时候妈的多没面子。因此我和老公，我俩硬是谁也没提这件事，硬生生地抗下了这波指责。可现在，呵呵，我看着周围指责我和老公，甚至恨不得抓着我和老公好好教育一顿的人群，转身拍了拍老公的肩膀：“老公，你说吧。”这一下子，老公自然也不再犹豫。各位叔叔阿姨们，就算我是我妈的亲生儿子，可我也不敢给这个钱啊。这1年前，我妈喜欢上人家一个30几岁的男主播，把我们给他的20万养老金全拿去给人家刷了礼物。后来身上没钱，又把他自己原本住着养老的房子给卖了，卖出来了80万，结果还没3天，又全给人家刷了礼物。不敢呐，真不敢呐！我们报了警，可人家警察说这主播就是专搞诈骗的，这钱啊，猴年马月才能追得回来。你说说，那咋办？我们只能把我妈接过来，这才住了1年，又迷恋上了人家24岁的小伙子，还说要给人家生儿子，我们怎么给得起呀？这是说出来，别说是老公了，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害臊。果然，等老公这一通话快速说完，众人都是嘶的面容呆滞，就连婆婆都是目瞪口呆，大声骂道：“你胡说！”急切又惊讶，快速的想遮掩。我和老公喝得心中冷笑，是不是胡说？妈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和老公说罢，也不想再理了，只想这会儿赶紧快点回家，把户口本和银行卡藏起来。最好是家里的一切资料都给他藏得妥妥的。可没成想，我和老公这才刚走几步，人群里就有人突然大喊：“哎哎哎，跳湖了！你妈要准备跳湖了！”我们这个小区绿化做得不错，10年前我和老公刚结婚时，我们就一致相中了这小区的地段和环境。10年来，老公每天白天上班做牛做马，下班就去跑外卖，一直到深夜12点才休息。我更是白天努力上班，下班疯狂做兼职，与此同时还要照顾我们的儿子。我俩辛辛苦苦的攒钱，没舍得吃，没舍得穿，就是想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。如今好不容易搬进来，不过才1年多，眼见日子好过了起来，可心中的这口气还没松上，就被婆婆折腾得焦头烂额，仿佛一夜之间回到了10年前，甚至比10年前更惨。因此，即便是此刻听到了有人大喊婆婆要跳湖的信息时，我俩也是头也没回的就准备回家。那小区里是有一个湖，可那是观赏湖，装模作样的搞了几块大石头和小喷泉，实际上人站进去，
那湖水甚至还没有小孩的膝盖高。要跳，那就去跳吧，顺带跳进去喝2口，看看能不能把脑子里的水给冲进去洗一洗。当下就谁也不想管的继续往前走，可偏偏架不住这周围好事的人群，硬是活生生的把我俩拉过去。哎呦，不活了呀，不活了呀！一大把年纪了，儿子不孝顺，儿媳妇冷漠，到头来还说我浪费钱，被人骗，是不是被骗我？难道不清楚吗？我一大把年纪了，就是想有人爱，有人疼，有个家，这难道还有错了吗？呜呜呜！可怜我这个老婆子啊！呜呜呜呜！今天我就不活了！又是装模作样的一顿喊，越喊周围聚起来的人就越多。知道真相的呢，虽是知道不是我们的错，可到底她是我们妈，人家也不好多说。可要是不知道真相的呢，那可真是指着我和老公一顿骂。前世里这样的次数还少吗？尤其是他还不止之前被那个30几岁的小伙子骗了一次，他连着被其他的小伙子骗了好几次，只是这些金额小，我和老公也就没计较没说过。甚至我和老公想着妈可能确实是这些年太孤单，找人给妈介绍了不少现实里的叔叔们，这些叔叔们都是我和老公精心挑选，求人介绍来的，不是名牌大学的退休教授，就是有养老金的，儿女已经不需要操心的。可偏偏妈就是一个也没看上，嫌弃人家太老太直不懂得爱，就是喜欢那些年轻小伙子的花言巧语，当真是想想就让我和老公更是怒火中烧。此刻既然闹成这样，干脆也就破罐子破摔道：跳吧，你就使劲跳吧，横竖你要是跳没了，我俩也都轻松了。我和老公说出这话来，就真是没在乎周围这些人的看法，更别说婆婆的看法了。上辈子被活生生的气死，做牛做马这么些年，福气没有享受到半分，却是死得最早，如今好不容易重生了。呵呵，你想跟人家网恋，你想被骗，你还想跟人家生儿子，你去吧，你赶紧去吧，可别祸害我和老公的幸福生活。想到这里，我俩更是不顾婆婆那难堪尴尬的面容，直接推开人群就要往回走。那婆婆见此心里是又急又焦又慌乱，也是没想到我俩今天就跟疯了一样，不仅一点面子都不给她留，反而还直接不管她了。以前她用这招屡试屡爽，今儿个竟是没有一点用，当下心里嘀咕着急的厉害。可这么多人看着，却是没有一个给他个台阶下。站在这观赏湖边上，硬是活生生的都快急得要抓耳挠腮时，只听得他那宝贝似珍贵的手机突然嗡嗡嗡的一声响，这声音震腾腾的清脆又响亮，直接让所有人都是一震，连带着已经走远的我和老公都是面面相觑。哎呦，我宝贝儿的直播时间到了，不跳了不跳了，我要去看我宝贝儿了。婆婆口中的宝贝儿，正是那24岁左右的小伙子。听到这里，我俩直接100米冲刺似的赶紧回家，第一时间就锁上了卧室的房门。家里所有的资料和银行卡还有现金都在这屋子里，目前把东西放哪不被婆婆知道才是最重要的。思来想去，就只有银行的保险柜。我俩匆匆忙忙地把东西一装，我让老公赶紧把东西带出门去存起来时，正好婆婆捧着她那手机，笑颜如花似的一口一个心肝进来，瞄到我老公提着个袋子，她眼神一闪，当下就要扯过去细看，嘴里还一边嘟囔道：“你们装了什么东西？”我心脏顿时骤停，以为要被发现，紧张刺激的那一秒，老公不动声色地直接躲开。嘉豪在学校里和同学玩，把衣服扯坏了，我去给他送2件衣服。这么多年，老公都是老老实实的，没说过谎，这会儿演技又自然。
婆婆虽然有些疑心，可直播间里24岁那小伙姐姐的叫不停，瞬间吸引了婆婆的注意力。不耐烦地挥挥手，就他事多，赶紧去，赶紧去。说罢便转身朝着他自己的卧室走去。等房门被关上，我那心里紧绷着的一块大石头，这才稍稍落了地。呼的放松地呼出一口气来时，我眼神一闪，突然心中一个主意划过，走到准备出门的老公面前，朝着他耳边嘀咕了几句。只是瞬间就让老公的眼睛一亮，当下向我保证道：“放心吧，我现在就去办，回来就给他弄妥当。”当夜，等老公带着儿子回家时，我已经在家里准备好了大餐，买了丰富的食材，什么大虾、羊肉、牛肉的，直接买了一大堆。处理好之后，直接涮火锅。儿子家豪回来的时候，眼睛都是亮亮的。这些年来，我和老公忙起来就不分日夜，对家豪也多有亏欠。当初说是想让婆婆帮着照顾一下，我和老公每个月给婆婆钱，可婆婆嫌弃麻烦，钱是一分不落的收下了，人却是天天在外面玩。儿子在家饿得嗷嗷哭，他回来看见也不管，还嫌弃儿子整天吵得他心烦。看见就上去给儿子2巴掌。一开始我和老公都不知道，还是后来我给家里安装了监控，这才知道了这些事。从那以后，无论是老公还是我，只要是谁有空，就都把儿子带在身边。老公风吹雨打送外卖时，儿子就被他牢牢地绑在怀里，拿着雨披遮得严严实实。我要是在奶茶店里做兼职时，我就给儿子放到旁边的摇篮椅里，时不时地照顾着。若是换做平常人家这样，恐怕早就崩溃了。偏偏我和老公就是不服输，硬是活生生地忍了下来。也算是多亏了我俩遇见的老板都是心善的人，竟也是同意我和老公上班把孩子带上。否则的话，我和老公指不定要怎么愁。而儿子呢，那也就不说了，更是从小就懂事，跟在我们身边不哭不闹，乖得简直让人心疼。旁人小孩要着玩具哭哭闹闹，而家豪即便是眼里在羡慕，也一声不吭。就算我和老公发现了给他买回来，他也总是怕我和老公把钱拿去给他花了，担心我俩饿肚子。只是每次想到这些场景，我和老公心里就全是愧疚，转头就咬咬牙，心里是既酸涩又有动力，只是想着马上就好了，日子马上就好过了。可如今日子好不容易终于过得像模像样了，又被婆婆搞出这些事来，我和老公如何不恨，如何不气？现下，我和老公既然已经决定好了计划和主意，此刻干脆也就不再想这事。等到儿子开心落座时，我和老公从房间里推出来一个大蛋糕，还有好几个礼物盒，这些都是儿子一直想要的。虽未表露，可我们做父母的怎么能不知道？果然，家豪看见的那一刻，当下又惊喜又惊讶。饶是一向懂事的他，也忍不住大喊着叫出声来：“天哪，妻，有什么好的？一点点小东西就给你高兴成这样，真廉价！”我和老公2人顿时如同喉咙中被塞了只苍蝇。儿子家豪听到这话，脸上的喜悦更是戛然而止，愣愣地站在原地，眼里泪花闪烁，有些不知所措。我和老公顿时心疼得不行，我一把把儿子搂到怀里，先是安抚地拍拍肩膀，随后就朝着婆婆阴阳怪气道：“是，这礼物多廉价呀，可也是我和老公精挑细选的。妈，你的礼物都不廉价，可也没有啊，你那心肝没送你呀？不会吧，他不是你宝贝儿吗？”我故作吃惊，婆婆的脸色果然瞬间不好看了起来，一张脸黑沉沉的，隐隐约约张起嘴来就想骂人。
我老公怕她动手，虽未明说，却把我们娘俩护在身后。这一举措更是让婆婆直接破防，当下哭着喊着闹着寻死寻活，怨天怨地，哭得更是恨不得给自己几下，还说老头子去得早，就剩下她一个寡母被外人欺负，老头子怎么不直接把她带着一块儿走？以前要是婆婆这样，我和老公早就赶紧上前安慰人了，顺势还得答应给她钱，给她买好东西。可现在，呵呵，我和老公安慰儿子2句，就欢快地看他拆礼物，而老公更是一边在旁边煮菜，一边给我娘俩剥虾壳，主打一个3人之间的快快乐乐，全当没有眼前这个人。那婆婆见此，气得不行，也恨得不行，看着我和老公的眼神里全都是怨恨。眼看我俩就是不理之后，她骂骂咧咧几句，拿着手机转身就出了门。我和老公见此对视一眼，面无表情地继续跟自家宝贝儿子吃着饭。等到夜晚吃饱喝足洗漱完，安安静静地躺到床上时，我和老公却都没有睡意，互相对视着，直到房门打开的声音传来，我俩齐刷刷地闭上眼。婆婆蹑手蹑脚地进来，嘴里小声小声地嘟囔着：“让你们不给我钱，我宝贝儿现在创业正是辛苦缺钱的时候，你俩一个是我亲儿子，一个是我儿媳妇，怎么也该帮帮我，帮帮我宝贝儿，这可倒好，你们倒是1分钱都不想出，我养你这么多年，1分钱都不给我，我养你有什么用？户口本呢？户口本在哪？今晚我拿得干干净净，就当是你们还了这些年的养育之恩，从此以后大家谁都不欠谁的。”说罢，他就打开了我们的衣柜，在衣柜的小抽屉里找到了户口本、银行卡，丝毫不留恋地拿完就走。随后又回他房间里，窸窸窣窣地在收拾他的衣物。而这个时候，我和老公还是继续装睡着，只是心里一阵比一阵冰凉。要是知道有这一遭，可再来一次还是难受的紧。当然了，我是不难受，我是心疼我老公。当年公公工地上出了意外，只留下了一笔30万的赔偿款。按理来说，虽然当时我老公才12、13岁，但只要省吃俭用，我老公和婆婆2人一起还是能安安稳稳地度过学生期。等到我老公长大工作，可这笔赔偿款到手不过才1年，就被婆婆全部刷进了直播间里。那个时候的婆婆自然是没现在这么胆大，也没这么大手大脚了，所以好歹还是撑了1年。可这1年后，我老公的学费交不起，生活费没有，婆婆自己整日吹嘘她拉扯我老公很辛苦。可事实上，从那1年开始，每年的学费、生活费都是我老公自己做苦力、做兼职赚来的。一开始年龄小，人家也不敢收未成年，我老公就下跪求人家，要么就去打黑工、发传单、扛水泥，给人家擦鞋。每次穷的时候，3天才吃一个馒头，实在饿得忍不住，半夜就去翻外面的垃圾桶，与野狗野猫抢食。这样的日子度过了很久很久，也是后来学校老师发现了，就给申请了补助，这才稍微能吃上了饭。可就连着补助的钱，还时不时的被婆婆拿去统统刷进了直播间。我老公寻思着，好歹是他妈，就一直忍着，直到大学以后认识了我，知道不能委屈我，这才开始断掉了给他妈钱。但还是在工作赚到钱以后，给他妈存了20万的定期，算是以后的养老金，也就算是全了这养育之恩。只是哪里想到，这去年20万的定期时间刚一到，就被婆婆拿去霍霍完了。这不仅霍霍了，就连自己住的房子都卖了。再细细一想，后来发生的事，我老公此刻虽然假装闭着眼在装睡，
但在听到卧室外婆婆拿着东西毫不犹豫、毫不留恋地离开时，到底还是阵阵的眼泪哗哗哗地直往下流，压抑克制的哭声自胸腔里汹涌而出，到底是再也没忍住的埋进了我怀中，嚎啕大哭了起来。自婆婆离家已有半个月左右，我和老公自当晚平复了心态以后，就再也没提起这事，不仅没有报警，甚至还辞掉了兼职，以后上班之外的空闲日子专心拿来陪伴儿子，陪伴彼此。因此，当警察找上门来的时候，我和老公都是态度淡淡的，也不愿多说。您婆婆拿着假的户口本去借高利贷，因为这房子地段的问题，那边高利贷秒放了1000万。等到半个月后统一检查时，这才发现这户口本竟然是假的。受害者气不过，顶着风险也来找我们报了案。我们查了相关信息，直到昨天才去隔壁市把您婆婆带回来。我们去的时候，您婆婆已经是浑身血迹斑斑，上气不接下气。我们这边紧急送往医院。今早等人醒来之后，这才了解到，您婆婆半个月前拿着这1000万疯狂给一个24岁小伙子的直播间刷礼物，两人当天就敲定好了地点。您婆婆连夜买了车票去，等去了之后，这才发现对面哪里是什么人甜温柔的小伙子，这就是一群专业的诈骗犯。平日里就是在直播间里利用帅哥美女进行美色诱惑，等把人骗过去时，又开始敲诈勒索对方，还要给拍不良视频，以此来勒令对方不许报警。本来这招一直用得好好的，也没出什么问题，可架不住有人借高利贷也要来见他们，还是65岁的老太太。这里面的人当下起了玩弄的心，这视频拍了，钱财也全都卷走了，人怕东窗事发也都跑了。临走前还怕老太太暴露行踪，硬是给关在屋子里没吃没喝的，关了半个月。我们这边已经加大人手，全力追踪，势必要追回被骗的钱款，还有不良视频，以及给每个受害者一个交代。但今早一早，老太太醒来，嚷嚷着说要让你们去接她回家。我这边来通知你们一声，顺便把情况也给你们简单说说，省得你们不知道。所以你们看，警察抬头看我和老公的表情，试图要寻出一些蛛丝马迹，可越看就发现我俩越冷漠。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从以前的报警被骗记录，以及他们来之前这走访邻居的回话来看，如今我和老公这样，竟也是在他们意料之中。只是这到底还是母亲嘛，总归是不好割舍。这两警察再次劝解，却被我和老公的一言不发、斩钉截铁的冷淡态度而打断。直到无奈临走时，还想继续说，却依旧被我俩打断，一错再错，次次错。我和老公不信婆婆会真的知道自己错，就算知道了，也挽不回造成的损失。倘若户口本如前世一样是真的，别说什么1000万的高利贷债务了，只怕我和老公又得活生生的被气死，重生一世。我和老公绝不会再想回头看，所以即便是后来警察又来了好几次，甚至就连婆婆亲自上门闹、上门喊，我和老公也是再无半分心软，不仅给家里换了锁，还把婆婆的东西全扔了出去。后面的日子里，她好与不好都与我们没关系，而婆婆每来一次，我们就报一次警，举报她骚扰。我和老公不怕被闹，也不怕被邻居指指点点，这反而倒让婆婆渐渐的不再来，而物业更是严防死守，不让婆婆进，免得3天2头小区里进警车，让别的业主看见天天投诉。而在我和老公的这番坚定之下，婆婆不再来了，邻居也不敢再指点了，
最惊喜的是，因为我和老公的这番坚定，竟也倒是慢慢的让儿子有了底气，性格更是从之前的不知所措改成了现在的阳光开朗、活泼自信。骨子里的懂事乖巧虽然是天生的改不了，可整个人明显更像是有了青春少年才有的活力。不仅报了许多兴趣班，还成为了学校里的小班长，更甚至还会宴请一堆小伙伴们来家里玩。这一点对于我和老公来说，自然是欣喜万分。正因为年少时唯唯诺诺、自卑又贫穷，所以才努力想成长成一棵大树来庇佑自己的孩子，正如庇佑当年的自己。而此刻，我望着我老公和孩子蹦蹦跳跳、笑得欢乐的背影，幸好这一路总算没有辜负自己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。妈妈死前坐了30个小时的硬座赶来，只为能参加我和顾衍的婚礼。我拿着妈妈的病历跪在顾家门口10个小时，她才点头陪我演戏。可到了她上场的时间，我喊破喉咙也没看见她的身影。妈妈在踏进酒店那刻咽气，我的婚礼成了她的葬礼。处理完妈妈的后事，已经是凌晨。我回到冰冷的房间里，脱下租赁的廉价婚纱。距离我给顾衍发去分手的消息已经10个小时。这不是顾衍第一次为了他的秘书将我一个人抛下。江心出现后，我们的每一次约会都会被他有意无意地打断。有时候是过敏，有时候是肚子疼。那些常见的小毛病落在顾衍耳朵里，都是天大的事。一开始我闹过，后来我看清了自己的位置，情绪只剩下麻木。我屁股坐在冰冷的瓷砖上，不知不觉睡了过去。醒来的时候，顾衍正坐在沙发上抽烟，看着沙发上的婚纱，满脸不耐：“你不去房间里睡觉，坐在这发什么神经？”我一进门，差点给我吓死。他拧眉看着我红肿的双眼：“不就是个破婚礼吗？本来也是假的，后面再补给你不就行了？没完了你！”话落，江心提着一袋子早餐，拿着钥匙开门进来。我的所有狼狈不堪瞬间无所遁形。看着我和顾衍之间气氛凝重，江心无辜地开口：“对不起呀，娄月姐，今天下午我那个来了。”差点疼得晕过去。要不是顾总及时发现，把我抱去医院，我可能现在人都没了。我目光淡淡地扫过他柔弱的小脸，懒得搭理。江心却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立刻转身从包里掏出一个黑色塑料袋，这是顾总跑了几公里给我买的，我用不太合适，还是还给你吧，娄月姐。无辜的眼睛眨了又眨，他以为我还在乎这段可笑的感情。我唇角勾起讥讽的弧度，在他说完后冷声道：“顾衍，分手吧，婚礼不管真的还是假的，我都不要了。”靠近他身边的空气都让我恶心的反胃。说完后，我不顾他的反应，起身去房间里拿出昨晚收拾好的行李箱。长期保持一个姿势让我动作僵硬，但顾衍只低头吃着江心送来的早餐，对我的动作视而不见。我拖着小小的行李箱到门口，想起了冰箱里的东西，于是转头走回去，正好站在顾衍的身前。他手上动作顿住，冷哼一声：“现在知道错了，认错还来得及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是我这几年太宠着你了。”可我连一个眼神都没给他，只看着冰箱开口：“麻烦让一下。”他沉着脸，装作没听见的样子。我径直迈开腿，从他身上跨过去，在冰箱最下面一层，我取出妈妈上次来的时候给我包的饺子，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。转身离开时，却被顾衍伸出的腿绊倒，头径直磕在茶几的一角上。他拧眉面露不满：“一盒破烂你还当什么宝贝了？早就该把这垃圾扔出去，弄得我冰箱都一股肉馅味。”
我双手强撑着爬起来，目光落在沾了面粉的地板上，视线却被缓缓流下的鲜血浸染，看不真切。顾衍高高在上的脸色阴沉，伸手暴躁地给自己点烟。娄月，你能别这么丢人吗？你怎么不直接跪在地上舔？我不就是昨天帮江心点忙吗？装得这么可怜给谁看？那婚礼你都知道是假的，现在发什么疯？一个假婚礼，难道能比人命还重要？他到现在都以为我只是为了婚礼他缺席的事生气。我很清楚，不是假婚礼不重要，而是我在他顾衍眼里从来都不重要。整整5年，我们的感情里我从来都是下位者。或许比起我，江心更能成为他满意的贤内助。我无数次在夜里等着他回家，等来的都只有他和江心一起应酬的消息，发去关心他的消息让他少喝酒，但回复的永远只有红色感叹号。太晚的时候，2个人就直接订同一间酒店的房子，然后江心用他的手机将我拉出黑名单，给我发来消息，带着房号和2个人的照片。娄月姐，我会好好照顾顾总的，您早点休息。他的确照顾得很好，到现在顾衍再也不需要我。我目光冷冷地看着顾衍，人命的确重要，但我妈的人命不重要，对吧顾衍？他的脸色随着我的质问沉了下来。我拖着行李箱准备出门的时候，顾衍忍不住怒声道：你今天是不是非要跟我发疯？我去医院给你妈道歉还不行？再不济我拉着江心一起当面跟你妈道歉够不够？要不要我把她在医院输液的单子摆到你妈跟前？他的质问让我胸腔燃起怒火，胸口剧烈的起伏。原来我和我妈在他眼里就是这么不讲理的人。见我不对劲，顾衍眉眼闪过一抹疑惑后，想冲上来拉住我，却被江心开口制止。阿姨的票都是假的，应该还没到吧？估计不是阿姨不满，可能就是你昨天缺席了婚礼。娄月姐生气了。没事，我可以拿医院的证明和她解释的。怒火骤然在我胸腔里炸开，焚烧了我所有理智。下一秒，我抄起放在鞋柜上的黑色袋子砸在他头上。在我动手那刻，顾衍因为我冷脸而缓和的态度彻底爆发。他大步朝我走来，一把抢走我手里的行李箱，砸向地板，里面的衣物散落一地。走过来时，皮鞋踩扁了地上的饺子。我死死咬着牙看向他脚底。娄月，我的耐心有限，我们2个人的事情，你别牵连到无辜的人。我双手颤抖着，整个人僵住原地。江心红了眼，泪水浸湿眼眶，无辜地看着我。对不起娄月姐，我只是查了一下那个机票，本来想去接机的，没想到……话落，他眼泪啪嗒啪嗒落下，砸在地板上，和肉馅混在一起。我也是怕顾总被人骗了，毕竟顾家比较特殊，豪门用孩子绑架结婚的例子太多了。他看着顾衍，咬着嘴唇摇头。我目光越来越冷，开口时的声音已经没有任何温度。顾衍，你也觉得我在骗你？他没说话，可脸上的表情就是最好的答案。妈妈的病历是真的，就在本地的医院，还是半年前我陪她一起去检查的，没办法作假。所以江心就把目光放在妈妈的机票上。她的确没坐飞机，机票那么贵，她怎么舍得？为了省钱给我攒陪嫁，她硬生生拖着病痛的身体做了30多个小时的硬座，只为了来参加她女儿一场并不存在的婚礼。可哪怕只有一句台词，顾衍也不愿意陪我演戏，而选择失约。仔细想想，他从一开始就没回应过我的感情，我们之间从相遇那刻就注定了结局。我在每一个相处的细节里寻找他爱我的证据，欺骗自己，一切相安无事了5年。可自从江心的出现开始，
这个表面上的平衡终于被打破。顾总开始像个普通人一样，有了喜怒哀乐，开始学着去爱人。他会在江心肚子疼的时候问我应该怎么办，会在预料到他会过敏的时候提前准备好过敏药在车上，会带着江心出席所有顾家公司的活动，介绍给所有人他是自己完美的工作伙伴。对比起来，我像是阴沟里的老鼠，散发着恶臭。哪怕我把自尊双手奉上，让他和他的心间肆意践踏，也拿不到这场战役的入场券。得不到的东西，现在我不要了。江心刚刚被砸到的地方迅速红肿起来，泪水一颗颗滚落。顾衍当场气得怒骂脏话，手上的动作却没停。他熟练地从包里取出药，抹在自己指尖，给江心涂在脸上。安抚完江心的情绪，他转头开口，带着威胁的意味：“娄月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江心是无辜的，她昨天从医院里晕倒醒来，第一句就是让我快去婚礼上找你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简直就是个妒妇，你怎么对得起她这份心？娄月，我只说最后一遍，给她道歉，以后再闹一次，你就从这里滚出去。”我像是听不见他的话，只埋头收拾自己掉落出来的行李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顾衍耐心告罄，他大步跨到我面前，弯腰揪起我披肩的长发，五官凶狠，狰狞可怕，头皮传来撕裂的痛。我咬着牙，没让自己喊出声，双眼爆出根根血丝，死死盯着顾衍。他语气阴狠，听不见我说话，还是不懂怎么道歉。娄月，我真是把你惯得没边了，要你妈包的饺子是吧？那不如你现在就亲口尝尝。我死死咬着牙，头却不受控制地被他按在地板上用力摩擦，嘴唇挤压到变形，泪水混着面粉粘在我脸上。顾衍却还是不满地爆发，一手把我的头拉到他身前，另一手在我脸上狂扇巴掌，腥甜溢出喉咙，额头的血模糊视线。你倒是张嘴呀，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来，你嘴张开，让我试试我扔得准不准。说完后，他立刻从地上捡起一个还算完好的饺子，用力在我脸上碾成肉馅。香吗？吃高兴了吗？现在给江心道歉，否则我立刻让你妈哪来的滚回哪去。顾衍脖颈上的青筋根根暴起，胸腔剧烈的喘息。一旁的江心手捂着额头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顾衍扭头看见这一幕，转过来时冷声道：“娄月，你听不懂我说话吗？”我目光越来越冷，任由脸上的血随意滑落。发现我不对劲，他眼底这才闪过一丝慌乱，却依旧拧眉眯起眼打量我。江心虚弱地开口劝说：“你们别因为我吵架，我真的没事的。对不起啊，娄月姐，早知道我就不和顾总回来了。本来想着我亲自来解释会好一点。”话落，他竟然缓步走到我面前，弯下腰，伸手想将我扶起。他刚刚碰到我的胳膊，就被我用力甩开，力度太大，他手撞上身后的柜角，痛得闷哼一声。顾衍心疼地牵起他的手，仔细查看他手上被撞红的部分，确认了没什么大事，才转头怒视我：“娄月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知不知道江心为了你那场假婚礼，她付出了什么？你在无理取闹，我就在补你的婚礼现场上当着你妈的面揭穿你的谎言。补我的婚礼，我忍不住讥笑出声。请问她付出了什么？想替我出席，当你婚礼的新娘，那真是太伟大了。”我伸手替江心鼓掌，嘴角的血顺着讥讽的弧度流下。顾衍，补我的婚礼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用不着了，以后都用不着了。我声音是前所未有的冰冷，他目光落在我脸上，恨不能将我脸瞪出个窟窿。他以为我和从前一样，在因为吃醋演戏，
可惜现在的一切比真金还真。他咬牙一字一句开口：“娄月，我对你的耐心很有限，你想清楚再和我说话。别忘了，这是你跪着求来的。过了这个村，可就没这个店了。看着你和我结婚是你妈的遗愿，现在又不是了，你对得起她吗？”我抬眼，目光里带着讥讽：“你什么时候对我耐心无限了？我想清楚了，真是感谢您的好意。我和我妈都无福消受，你就把婚礼留给有需要的人吧。”话落，我冷笑着看向江心，听见我阴阳怪气，顾眼眯眼试探地开口：“无福消受，还是怕被人当场揭穿你妈的绝症是假的？知道我缺席答应你的婚礼不对，我已经给你妈预约了医院的专家会诊，怎么现在就不需要婚礼了？什么绝症这么怕见光？”一瞬间，我全身的血液凝结，用尽力气握紧了拳头，指节颤抖。顾衍，你闭嘴！你凭什么提我妈的遗愿？我妈的遗愿是要看我幸福，不是要我嫁给你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我妈用她的命演戏？什么狗屁会诊？我不需要，我妈也不需要，用不着你假好心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以后也不用见面了。我每说一句话，顾衍的脸色就沉一分，最后彻底黑成锅底。他从牙缝里挤出声音：“娄月，我警告你，每一句话说的时候，在你的狗脑子里想清楚。你妈得了绝症，那你是遗传了老年痴呆吗？还是脑子离家出走了？”我看着他嘴唇张合，曾经满腔的爱意在此刻化成了无尽的恨。顾衍拿起手机，黑婚庆公司打去电话，昨天重新预定的婚礼场地给我取消了，以后禁止叫娄月的女人在你们那里有任何活动，不管是和谁的婚礼都不准接，否则你们就不用开这个公司了，全部关门滚回老家种地。说完，他立刻挂断后，又重新换了个号码拨出。昨天晚上我替娄月女士预约的专家会诊，现在立刻取消。电话那头怔愣了一瞬，才开口回他：“很抱歉，娄月小姐的会诊昨天就取消了，病人已经死亡了。”顾衍听完，立刻拔高了语调：“你开什么玩笑？死了？你联合娄月骗我？搞清楚，我是你们的股东！”说完后，他愤怒地挂断电话。江心见状，柔声道：“要不我今天亲自去医院里看看吧，也好让你放心。”看着面前的两个人像演双簧一样，我胃里翻江倒海，强撑着力气站直身子就想离开。再待在这里，只怕我会真的吐出来。可我刚刚扶着柜子转身，顾衍却冷声道：“等等，在事情没查清楚之前，我不许你离开这里。我答应过你要帮你完成你妈的遗愿，现在事情还没结束，你不能走。而且我们之间，我不允许就这样不清不楚的结束。”我眼里容不下沙子，听着他自以为是的话，我心里满是讥讽，伸出一根手指，用力抹了一把唇角溢出的血，摆在他眼前。容不下沙子，江心不就是我们之间最大的沙子？我看你包容性挺好的。顾衍当场发怒：“你没完了是吧？不就是这次没完成你交代的事吗？你妈有没有病都不一定，怎么可能突然就死了？大不了我后面给你补上不行吗？”我被他的无耻气笑出声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？我妈病逝还要先经过你同意？”我语气里的嘲讽刺痛了他的自尊，下一秒他径直冲上来，朝我红肿不那么严重的脸上再补了一耳光。响亮的声音在客厅炸起，他落手时眼里才有了迟来的慌乱：“娄月，你先冷静一下，我们的事情等你冷静了再说。这个房子你先住吧，我这几天回老宅里。”我无视了他的话，直接转身离开。没想到江心竟然冲到我身边，轻轻挽起我的胳膊：“
娄月姐姐，你就听顾总的吧，他着急也是因为心里有你。听着他做作的话，我一个眼神都没给他，手没怎么用力地将人推开。结果江心却重重倒在地上，当场委屈地流泪，看向我时泪眼朦胧。对不起，娄月姐姐，我只是不想你们有误会。顾总的工作我都清楚，他真的已经很辛苦了。这次婚礼也是他推掉了好几个会议才有时间参加的，声音里是毫不掩饰的心疼。我冷笑着，目光落在他柔弱的脸上。恭喜啊，以后你可以名正言顺地心疼他了。他以为打败我就能成为顾太太，可他根本不明白，他的对手从来不是我。能进顾家的大门再说。顾衍看着他摔倒，心都疼碎了，走上来把江心从地上轻轻抱起，放到他的车上。看着那个敞篷的车，我冷漠的表情僵住了一瞬。5年了，我没有一次获得他的同意可以坐上这辆车。他在害怕，害怕被别人知道他和一个这样普通的人在一起。我敛下目光里的情绪，再次抬眼，已经满脸漠然。打开手机，成功租房后，我拖着行李离开了这里。刚进出租屋，我将行李放下，打开手机准备休息时，却看见记者偷拍顾衍抱着江心进老宅的头条新闻。我点开图片，不断放大，看着照片上庄严肃穆的大门，确认这就是我5年都没资格踏进的顾家。这一刻，我死去的感情似乎消失得更彻底了。我求之不得的东西，却是江心唾手可得。顾家的安保，我曾经听顾衍提过，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，更何况记者，不用想也知道，是江心刻意安排的结果。我连页面都没关闭，直接锁屏，眼不见心不烦。接着简单在这个新的出租屋里收拾了自己的行李和卫生，又打扫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勉强能住人。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蜷缩进沙发，点开手机，却发现那条偷拍的新闻已经被人删除，理由是涉嫌违规。这样干脆利落的手笔，我脑子里不由浮现一个精致中年女人的身影，顾家的老太太，顾衍那个强势到极致的母亲。在她眼里，似乎全世界没有任何女人能配得上她的儿子，更不配踏进顾家的大门。我刚刚和顾衍确定关系时，他立刻兴冲冲地带着我去顾家老宅，却被顾老太太当头棒喝，2个人狼狈地在门口淋雨。那天他神色冷漠，看不出半分对儿子的慈爱。带着这个女人，你这辈子也别进家里的门。后来他直接让园丁将浇花的喷枪击射在我们身上。我从来没有那样狼狈，现在想想，或许他和我在一起，只是为了和他妈妈赌气。想通这点，我唇角忍不住勾起冷笑。江心以为自己和我不一样，可现在看来，他也不过是真正顾太太进门前的垫脚石罢了。我心里不由庆幸起来，万幸现在看清一切还来得及，没有真正在顾家葬送自己的一辈子。或许是5年来终于能放松喘息，我竟然靠在沙发上直接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已经傍晚，肚子剧烈的饥饿感伴随咕咕的叫声。我拿着钥匙准备出门买菜，没想到一打开门，正对上顾衍僵硬的脸。他像个雕塑一样站在门口，不知道待了多久，悄无声息。我不耐烦地拧紧眉头，你有事吗？没事，麻烦让让，我要出门买菜了。他似乎很久没说话，张口时声音沙哑。在一起5年，我怎么不知道你会做饭？我现在对他没有半分好脸色，讥讽道：我做的又不是你天天吃的西餐，对你来说，我和不会做饭没有区别。再说了，你也不想吃我的饭，不是吗？毕竟我在他心里和下水道的老鼠没区别。
不过是气顾老太太的工具罢了。闻言，顾衍脸上飞快掠过一抹难堪，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表情。我以为他永远都是那么高高在上，看来他已经查到了我妈去世的真相。沉默半晌，我冷脸等着他接下来的话。我能进去吗？我想和你谈谈。不好意思，如果不是去我妈的墓碑前给她道歉的话，我想我们已经没什么好谈的。在房子里的时候已经说清楚了，可顾衍的身影依旧死死挡在我面前，拦住了我出门的路。我气得笑了出来，后退一步，直接用力把门砸上。堂堂顾总第一次吃了闭门羹。我拿起手机，开始给自己点外卖。外卖到达的时候，我开门，外面已经没有他的身影了。果然，他不过是一时的愧疚。前一天晚上，我在网上投了不少简历，虽然没有半点工作经验，但好歹是国内一流的名牌大学毕业，很快就收到了面试的通知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化了个淡妆，冲了杯咖啡出门，走到楼下，却看见了那辆熟悉的敞篷，眉眼不自觉地拧紧。我装作没看见的样子，径直越过他离开。可走到车旁边时，他却忽然打开了车门，一把拉住我的手腕。你毕业后就被我养着，根本适应不了工作的生活，别去了，我养你一辈子没问题。看着他理所当然又依旧高高在上的脸，我差点吐出昨晚的饭，献宝似的递给我，眼里隐隐闪烁着期待的光。这是你租住的那间屋子，我已经给你买下来了。你要是最近不想回家也没关系，就住在这，我不忙的时候就来陪陪你。我忍不住怒骂出口：顾衍，你脑子没病吧？发什么神经？你扯过我头发的地方，我头皮现在都在疼。要是真的觉得自己错了，就滚远点，少碍我的眼，别跟我说什么不适合上班。我这辈子唯一不适合的就是眼瞎选了你这个男朋友。你是不是以为你很了解我？你算什么东西？那些不过就是我为了靠近你做出的伪装。一股脑发泄完怒火后，我甩开他的手准备走人，顾衍却大步一迈，再一次堵在我面前。你如果真的要工作，给我说一声就好，我可以在顾家的公司里给你找个你喜欢的工作，你每天打卡就行了，什么都不用干，工资我照常给你发。阿姨的事我真的误会了，对不起。他迟来的道歉让我生理性的反胃，想起妈妈遗憾去世，忍不住红着眼眶哀嚎。你现在道歉有什么用？你昨天死到哪去了？说好了安排去接我妈的人也不在，要不是这样着急赶车，我怎么会最后一面都没见到？顾衍，现在和你每说一句话，都是在往我妈的尸体上捅刀子，真是可笑。在顾家给我找工作，你现在不怕你妈找茬了吗？不怕她撤掉你总裁的位置吗？我可是害怕的要命，我怕她晚上跑到我的出租屋来抽我耳光。你们真不愧是亲母子，连抽人的力度都一模一样。顾衍，你永远都这么自私，根本不会为别人考虑。你难道觉得自己爱江心吗？你爱个屁，你只爱你自己。我每说一句话，顾衍的脸色就苍白一分。说完后，他整个人几乎站不稳，摇摇晃晃，勉强扶着车才稳住身体。看着面前爱了5年的男人，我忽然想不起他最初的样子了，只记得我刚刚毕业，在找工作，而他初入顾家集团，意气风发。我们相识相知，却没有相恋的过程。他听说我家里条件不好，就立刻提出要带我见家长，美其名曰给我安全感。后来被他妈扫地出门，他却温柔地单膝下跪在我面前，柔声说：不管他们怎么样，日子是我们2个在过，只要我们开心就够了。他说他想要一个人在家里等他，这样每天回家的路上都会有期盼。他说他养我，
不让我在外面工作，只需要照顾好家里就够了。于是我放弃找工作的想法，任由自己名牌大学的经历荒废。一开始日子和想象中一样美好，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顾衍不再按时回家。他从前说的想要我乖乖在家等他，成了一句笑话。说话间的几分钟里，顾衍的手机响了很多次，都被他按下拒接。看着他利落的动作，我有些疑惑，在我无数次夜里催促他回家时，他就是这样按断我的电话吗？顾衍盯着屏幕上的名字，眉眼隐隐有了几分不耐。没想到江心这么快就失宠了，速度超出了我的预料。这次我直接绕开他走远，留他一个人在原地失魂落魄。幸好我提前出门，才不至于因为他错过面试。面试结束后，我重新打开手机，网上铺天盖地都是那天的假婚礼上，我穿着廉价婚纱等顾衍的照片。婚礼是假的，可场地布置写的名字是真的，顾衍2个字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，几十万人在线讨论。热评的网友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那天婚庆公司的人，说他知道内幕。我是用自己母亲将死的遗愿逼婚，一瞬间我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，我心里立刻有了不好的预感。刚走出门就接到了顾太太的电话，按下接听后，带着怒火的责骂声冲出屏幕：“你个贱人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没想到拿亲妈的命当筹码的事情你都做得出来，还有什么事你不敢的？死亲妈，你怎么不说自己要死？幸好没让你进顾家的门。我警告你少在我面前玩花样。”他说完，我气得太阳穴都在突突，胸口剧烈的起伏。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后，我扯开嗓子和他对骂：“死妖婆，我忍你很久了。你是不是以为你家的破门我很想进？你求我，我都不可能再看一眼。有你这样的妈，顾衍能活到现在都是他命大。我只说一遍，你听好了，我和顾衍已经没有任何关系，麻烦你少在我面前叽叽喳喳。那个婚庆公司签约的时候已经包含了保密协议，至于为什么会被发出来，需要我告诉你。”说完，我不管他什么反应，直接掐断电话。可我刚刚从小巷子里走到大街上，迎面就撞上顾衍的车。我暗骂了句倒霉，眼睁睁看着他下车走到我面前，目光里隐隐带着几分雀跃。那些照片是你发的对吗？你再挽回我。他直接用了陈述的语气。我拧眉冷眼扫过他的脸，嘲笑出声：“那天我妈都快死了，你是觉得我有心情拍照？怎么，你妈快死的时候你会顾得上拍照？你们豪门的心还真是冷啊！”他脸上划过一抹恼怒，可我只觉得不够解气，再次开口已经成了人身攻击。你没长脑子，还是脑子都留在江心身边了？为了保你顾大少爷的名声，我可是尖酸刻薄到和婚庆公司签订了保密协议。你觉得网上的东西是我要发出来的？他被我骂得愣住，拧紧眉头却无法反驳。手机铃声再次响起，我扫了一眼，看见屏幕上江心的名字。这次他没有拒接，而是当着我的面接听，甚至还按下了免提键。过程中他双眼直直看着我。江心柔弱的声音清晰传来：“阿衍，正开会呢，你去哪里了？”我忽然头好疼啊！司机已经把我送到医院了，我一个人不会挂号，你能帮帮我吗？江心的字字句句有气无力，听起来比真的还真。果然，顾衍下一秒就露出了为难的表情。我忍不住讥讽出声：“可真是个体弱多病的秘书啊！你这是给自己花钱雇了个祖宗。”话落，还没等到顾衍做出抉择，身边就停下一辆警车，交警从上面下来，拧眉看着路边顾衍的敞篷：“你好，你刚刚路口闯红灯了，
现在这辆车我们要带走。顾衍面色颓然，无奈地点点头，我却不屑地笑了。没想到在一起5年，分开了竟然还能让他为我破格闯红灯。顾衍看着我，半晌支支吾吾，我直接不耐烦地开口：“滚！别跟我说他哪不舒服，我已经听够了。5年里，他几乎全身都疼了个遍，很多时候我都能猜出轮到哪个器官疼了。”顾衍不甘的眼神落在我脸上，却只看见冰冷。车被拖走后，他只能步行去医院里，我则是走回家，顺路买了几天要做的菜。本以为这次江心起码能拖他1周，让我清静清静。可没想到当天晚上，我下楼扔垃圾遛弯，就看见顾衍跟木桩一样站在门口，脸上是前所未有的挫败。我耐心到了极限，甚至有了想报警的想法。顾衍听见我的脚步声，抬眼，双眸通红，开口时情绪几乎崩溃。我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。今天我第一次步行去医院里，结果在行人的通道尽头，听见江心和那个他的主治医生在密谋这次的病。那个医生就是当初拿着你妈没病的证明到我面前，说你在道德绑架让我结婚的人，所以我才会误会。那个证明上有医院的章子。我实在……他双手捂着头，绝望地埋进膝盖，一遍又一遍地和我道歉。可我对他的爱早就死在了我妈病逝那天，也许更早。支撑我的不过是几年感情的执念。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委屈得像个孩子，哭到抽搐起来。被他随便扔在地上的手机忽然在这时亮起屏幕，是顾太太打来了电话。顾衍哽咽的动作僵住，目光落在屏幕上，僵住了2秒，眼里的怒火却骤然爆发。下一秒，他用力按下接听，顾太太带着强烈控制欲的声音响起：“你把欣欣扔在医院里是什么意思？顾衍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不管你现在在哪里，在干什么，给你1个小时出现在我面前，给我解释清楚，否则你就从顾氏企业滚出去。”顾衍瞬间红了眼，头一次对着自己的母亲用尽全身力气嘶吼：“你到底还要操控我到什么时候？我是个成年人，我不是你的傀儡。顾氏，我给你，我全都他妈的给你！你知道你给我选了个什么样的女人吗？简直心如蛇蝎，比你还恶毒千百倍。”说完后，他立刻挂断。迟来的叛逆让他整个人的精神面临崩溃，但这已经和我没关系了。我无视他写满了后悔的脸，扔掉垃圾后转身上楼。今天面试了一圈，最后在一家高级咖啡店里找到了服务员的工作。曾经毕业前，我满腔热血，想着自己会有辉煌的事业。看见手机上只有咖啡店的上岗通知，我只剩下唏嘘。爱情这个原先占据了我生命全部的东西，此刻显得无足轻重。哪怕只是个服务员的工作，我也要为此养精蓄锐，好好休息。好不容易恢复的情绪，在第2天上班时撞见顾太太和顾衍那刻彻底崩塌。我端着咖啡给他们放在桌子上，转身离开时，顾衍却当众抓起我的手。他不顾我的难堪，开口道：“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可以养你，用不着你出来工作。”出乎我意料的，顾太太这次竟然没阻止他，我却冷笑起来：“顾衍，我们本来就是2个世界的人，现在的结果才是正常的。”话落，顾太太竟然开口请我坐下，我诧异地看着她，委婉拒绝：“我还要上班，就不了。”说完后，我终于离开了他们周围，可目光再次落在他们的方向，已经没了人影。下班后，我走出门，才看见顾衍一直在门口站着，脚下踩了一地的烟头。对他没素质的行为，我无语的要命，他却像是看不见我冷脸一般，殷切地邀请我和他谈谈。
我已经和我妈说清楚了。其实江心当初是我妈安排进公司里的人，她本来是看中了江心，想和他家联姻。但我说完他装病的所作所为，我妈也看清他了。现在他已经接受了我们在一起。不等他说完，我立刻冷声打断：跟我没关系，没有江心，还有王心、李心，我们从来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人，放过彼此对大家都好。他眼眶湿润起来，开口几乎听不见声音：为什么？我缓缓转头，对上他委屈的目光，竟然破天荒地把自己5年的难过和痛苦一股脑都说了出来。在一起5年，今晚似乎是我们离得最近的一次，可我们始终是2条相交的直线。今晚的交集之后，只会越来越远。不知道说了多久，结束后，顾言整个人彻底沉默下来。他不再拦着我离开，而是微微侧身给我让路。我从他身边走过时，听见他开口：对不起。我现在才明白，压死我们感情的不是这场假婚礼。我无所谓的耸肩，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，都过去了。那晚之后，我的生活正常了起来，但也不算太正常。咖啡店的老板莫名对我格外照顾，我竟然成了开店3年来唯一一个实习期就升职的员工。宣布这个消息之后，店里的同事看着我的眼神都透露着嫉妒和不满。我怎么会猜不到这是谁的手笔？顾衍被家里保护得太好了，根本不明白这样区别的对待对基层的员工来说意味着什么。不知道他怎么劝说了顾太太，这次竟然直接放手让他管理顾家。年轻人的理念到底是不同的。顾氏企业在他的带领下，竟然朝各个行业都伸出手，首当其冲的就是咖啡店。看着手机上的新闻，我紧抿着唇没吭声。我记得顾衍最不喜欢的就是咖啡，因为从小顾太太就强迫他早起必须要喝，他的叛逆心理让咖啡成了他的禁区。但没想到现在他却一脚插进了咖啡行业。我无奈地叹息，很清楚他只是没放下这段感情。店里几个同事对我的意见越来越大，甚至有人偷偷匿名打了总部的电话反映。我知道是时候离开了，离开这个店，更是离开顾衍。为了彻底和顾家脱离，我做出了回老家的决定。走之前，我去墓地里看了一眼母亲，照片上的她笑得一直很安详。可我不知道她离开的那刻是什么样的表情。我跪在墓碑前很久，心里被歉意充斥。我知道妈妈不会怪我，但我自己不会原谅自己。踏上飞机那刻，我将5年的感情留在了这里，过去的就让它永远成为回忆。人总要往前看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